我们的日子是不是总在不经意间溜走？小时候一片糖纸都能玩上半天，年轻时总觉得来日方长，有大把时间挥霍。可等到白发爬上鬓角，才猛然发现，时光这把无情刀已经雕刻出满脸沧桑。那些曾经以为天大的事，如今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轻描淡写间变成了岁月深处的印记。生活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戏，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在跌跌撞撞中学会如何优雅的谢幕。人间好玩，玩够了，走了。2025年6月25日，那个把人间好玩挂在嘴边的老顽童蔡澜先生，也在这场人生大戏中悄然落幕了。他享年83岁，走得洒脱，不带一丝留恋。当消息传出，很多人或许还没来得及感叹，蔡澜的遗体就已经火化，没有大操大办，没有繁文缛节。这不正是他一贯的做派吗？生时不羁，一身唐装，游历世界，尝遍美食，写尽人间烟火。死后潇洒，不设任何仪式，直接火化，仿佛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去玩。怪不得连金庸都感叹，我不如蔡澜，他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而倪匡说他有魏晋风度，那种率性而为，不被世俗羁绊的潇洒，确实与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蔡澜这一生活得痛快淋漓，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2013年，他重病缠身，医生劝他不要再折腾了，可他偏不。对死亡，他从不避讳，甚至笑着说，最好能在毫无觉察中离世。随后，这位不甘寂寞的老爷子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每年农历新年前1个月，开放微博评论区，让所有网友向他提问咨询。这一开就是10年，直到2023年，他摔断股骨颈，才不得不停止。这10年间，蔡澜回复了网友10多万条提问，从家长里短的烦恼到人生路上的迷茫，字字珠玑，句句透彻。那些毒舌幽默的回复，浸透了他80余载的人生智慧，仿佛一剂剂清醒剂，让人醍醐灌顶。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挫折是天大的事，小时候忘带作业仿佛世界末日，高中时考不上大学就觉得前途一片灰暗，恋爱时和喜欢的人分开，心如刀绞。可当岁月流逝，才发现18岁考不上好大学，人生不会就此完蛋；35岁失去爱人，并不意味着孤独终老；40岁被裁员，也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人这一生，除了生死，都是擦伤。一时的困境，不代表一世的落魄。那些你曾以为过不去的坎儿，熬过去，都会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下酒的好故事。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恶意，当别人骂你，如何反击？蔡澜的回答是，最厉害的反击就是别搭理，离得远远的。争吵是反击，纠缠也是反击，但真正高级的反击是沉默。没有什么比沉默更能代表内心的不屑。当别人嘲笑你时，你的不理不睬反而会让他们无地自容；当他人无脑发言时，你沉默中的涵养尽显情商。碰到烂人烂事，不必纠缠，不必争执，沉默才是最好的态度。蔡澜曾说，你人生的大部分灾难都源于与错误的人纠缠。错误的感情看似美丽，实则致命。这世上只有和好，没有如初。人心变了，再怎么卑微讨好也失去了意义。一味死缠烂打，只会让自己难堪。远离那些让你掉价的感情，可以深情，但绝不能纠缠。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也没有完美的选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欲戴皇冠，必承其重。选择安稳，便顺其自然，顾好眼前的柴米油盐；选择自由，便努力拼搏，翱翔于9天之上。生活终归是自己的一场盛宴，做出选择后并坚定地走下去，才能不负自己，不枉此生。人最怕的是晚上想了1000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作为一个作家，
不能等有了灵感才动笔；作为一个员工，不能等有了心情才工作。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想要更好的生活，首先得站到起跑线上。成人的世界，没有一种生活是不辛苦的。工作的压力，情感的不顺，生活的负担，谁都无法幸免。不要一味觉得别人轻轻松松，只有自己惨惨戚戚。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苦，难以启齿的伤，有生活上的狼狈，也有精神上的疲惫。向前看，过好每一个当下，才能迎着光，乘风破浪。应对孤独的方式有很多，但能称为解决方式的只有一个：读书。杨绛先生说，书读多了，内心就不会决堤。即使你囿于眼前的方寸之地，书籍也能带你翻山越岭；即使你眼前尽是苟且，书也能带你穿越古今。人与人际遇不同，但所处困境大抵相似。你所遇的问题，前人早已在书中告诉了你答案。所以越是孤独时，越是要读书。它能为你驱散迷茫，对抗平庸，填平寂寞。想是问题，做是答案，书在犹豫，赢在行动。任何事情做了不一定会有想要的收获，但不做，永远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不要只想不做，只说不行动。这世上没有人能通过妄想改变人生，动起来才有赢的机会，才能让梦想变成现实。就像那句话说的，空有满腔抱负毫无意义，付诸行动才是硬道理。生活中的苦事难事，就如那玻璃碴子握得太紧，最终扎疼的是自己。放开手，再耿耿于怀的事也会变得举重若轻；敞开心，再锥心刻骨的事也会变得云淡风轻。日子的好坏从来都在你的一念之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100%的满分人生，只有看淡过往，不让那些破事烂事装满心房，才能腾出空余的位置去收集美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往事看淡，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什么是懒？不洗澡，不换衣服，家里一团乱，那只是外表的懒。最可怕的是人内心的懒，不愿意走出舒适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坏习惯，不愿意开动大脑学习新知识。人一旦成了行尸走肉，自然无药可医。30岁还没结婚，看着同龄人孩子遍地跑，就开始急了。35岁还是基层员工，看着那些00后月入几万，就开始慌了。但是啊，凡事都有自己的快慢，没必要和别人比。用别人的节奏来要求自己，只会让自己疲于奔命；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只会丢掉自己的人生坐标。与其急着追逐，屈服在挫折、焦虑之下，不如脚踏实地，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提升。当你掌握了自己的节奏，方能交出自己的满分人生答卷。去年过得一团糟，今年似乎也没什么进展，现在的愿望，明年也不一定就会实现。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生活就是这样，想要的没法都得到，一天未必就比一天更好。抱怨、失望、放弃，这些都太简单了。世上真正缺少的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仍然热爱它的勇气。就像加缪说的，我并不期待人生总顺风顺水，但我希望碰到难关时，我可以是他的对手。活过，蔡澜的终极智慧。就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看到一则新闻，说蔡澜生前多次回复网友如何面对死亡。曾有网友问他，您怕死吗？如果不怕，请问为什么？蔡澜回答了3个字，我活过。这3个字他践行了一生，也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领悟。万事皆为修行，
岁月都是成长。余生每一天，请畅快去经历，在喧嚣人世间，酣畅淋漓地为自己而活。蔡澜先生的离去，让人不禁联想起另一位年岁相仿的艺术家，86岁仍新婚燕尔的著名书画家范曾。一个新婚燕尔，一个交代后世，同龄人的对比总是让人唏嘘。但蔡澜为自己安排的生命尽头却毫不伤感，甚至是一种风流至死的洒脱。去年春天，蔡澜夫人方琼文去世，享年84岁。当时他在家里摔倒，蔡澜听到声音冲过去，自己也跌倒了。送走妻子，蔡澜并不哀伤，因为他没有受什么罪。他自己骨折了，髋关节装上钢片，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拄着拐杖行走自如，所有工作只能停下。夫妇俩没有孩子，只剩他独自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思索之后，他决定面朝大海，散尽家财，在死之前吃光用光。他把名下多处房产都变卖了，只留下他一处旧居装修，自己搬进了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月租不菲的酒店式公寓瑰丽府邸，因为那里有无敌海景。他一看就满意了，这么好的景色不享受，好像很冤枉。他身家中最可观的艺术收藏品，大量藏书、字画、古董家具都送了朋友，只留下存了几十年的普洱茶，每天慢慢喝。最奢侈的是，有8个人伺候他，包括秘书、助理、医师、护士、管家、司机，还有2名印尼工人。他们不仅负责蔡澜的起居健康，还陪他聊天、阅读。蔡澜说：“谁叫我一定要这样那样，我肯定会骂他的。活到现在，我已经非常之努力了，终于可以没有人管，你还来管我？现在老头每天睡到自然醒，一起床就喝茶、打游戏机，没有人再管束他。美食仍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不同于其他老年人各种清淡忌口，他依然肆意享受。有一次，他吃黄泥螺吃醉了，睡了2天，弟弟来看他吓坏了，差点以为他死了。蔡澜醒来后哈哈大笑，让他们不用担心，自己活得有可能比他们还久呢。蔡澜养老的特别之处不只是奢华，比他有钱的老头多的是，比他1掷万金的富人不计其数，但论快乐的程度，很少有人比得过他。年轻时疯狂工作赚钱，年老后依然忙忙碌碌，录节目、写专栏。工作有多倦，生活就有多浪。14岁发表第一篇影评，18岁出国学电影，22岁回邵氏担任监制，全程参与香港电影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每天忙得昏天黑地，偏偏还能画出分身，跟各国女孩走马灯式恋爱。导演李汉祥评价他是学贯中英日，情通海陆空。36岁离开邵氏，搞艺术，写专栏，研究美食，更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如有神助。他复制金庸小说里黄蓉做给洪七公的24条明月夜，买来整只金华火腿，用电钻开24个洞，放进豆腐球，再把火腿盖回去蒸8小时，只吃吸收了火腿精华的豆腐，说味道还可以。他还验证过《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里的那些菜，说烧出来就不咋好吃了。他风流了一辈子，在13+公开自己交往过的女朋友有61个，至少1年换一个。除了他，没有一个男人敢把婚外情说得这么坦荡，主要是因为夫人方琼文对此持开放态度。她自己也是电影监制，事业成功，同样热爱美食，对于丈夫的桃花泛滥并不干涉。蔡澜用7个字评价妻子：会做，爱吃，不管我。几十年来，他俩达成一种罕见的婚姻平衡，这种状态一般人都不理解，却有它存在的道理。金庸说，跟蔡澜交往就像和令狐冲、段公子做朋友。倪匡说，蔡澜这个人很像是魏晋穿越过来的。蔡澜彻底成为享乐主义者，与他从炮弹轰炸中捡回一条命的经历有关。小时候正逢乱世，一颗炸弹在屋顶爆炸，妈妈拉着他往防空洞跑，
他匆忙捡起一个蛋黄往嘴里塞，差点噎死，此后一直不敢吃蛋黄。他年轻时很忧郁，后来到处旅行，看见形形色色的生活，性格随之变化。有一次去墨西哥，他和一位女郎露水情缘，女郎蒸鱼给他吃，又带他去逛街。他看到街边有漂亮的烟花想买，被女郎拦住，说那是死人才用的。他惊诧，女郎说墨西哥医学不发达，死亡经常发生，所以并不被看作哀伤的事，反而是另外一种快乐。他们还有亡灵节，会大放焰火，小孩子买制成骷髅形的糖来吃。在美国的新奥尔良，有人死了，乐手们也要上街为他们演奏爵士，这些都跟中国人对死亡的悲伤完全不同。这些世界各地的人对待生死的态度影响了他。他说每次旅行都是学着怎么生，怎么死，怎么活。蔡澜和倪匡、金庸、黄沾并称香港四大才子。2004年黄沾走，蔡澜写挽联一笑西去。2018年金庸走，蔡澜写的是一览众生。2022年倪匡走，蔡澜又写一倪匡去世。只有洒脱，不见悲切。别人问他，你难道就没有痛苦吗？他回答，痛苦分两种，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精神上的痛苦是想出来的，不想痛苦就没了。肉体上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人家砍你一刀，你一定会痛苦；女朋友走了，你认为还有新的，就不痛苦。肉体上的痛苦好解决呀，拼命吞必理痛，止痛药就是拿来当花生吃就是。他对美食、美色从不内耗，将享乐主义贯彻到底。名言是抵抗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投降。生命到了暮年，范增向左，蔡澜向右，通向的都是享乐，是极致自我的归宿。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人都能如蔡澜般洒脱。最近一篇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刷屏，讲述了北京大学教授胡勇作为典型的三明治一代，父亲96岁高龄过世不久，母亲85岁患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孩子尚未成年，自己正处于事业巅峰期。过去3年多，他从一个中流砥柱的中年人，突然被推进另一种生活，每天强制劳动9小时，包括但不限于煮软质食物、喂饭喂药、清理痰渍和粪便、洗澡、擦拭、换尿布、换洗衣物床单，随时将打翻的物品归位，跑医院，而且黑白颠倒，因为患重度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没有时间概念。房间里常年弥漫着一股屎尿味，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味道。除了子女负重前行，被照护的老人心理负担也非常重，而且往往越是尊严感强的人，这种尴尬和压力就越大。这太沉重了，这是一个无解的话题。所以所谓好的方式从来没有定式。没有子女的蔡澜的养老观可以被实现，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是一种应被祝福的豁达，也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罕见。就像我们很难站队，李白极度的纵情沉醉，杜甫极度的苦涩忧思，梦与醒，哪种生活方式更好？让一个杜甫式的人去过李白千金散尽的生活，他大概率也不会幸福，肯定会活活焦虑死，反过来也是。因此不必对赞不赞同蔡澜式的养老观耿耿于怀。每个人重要的课题是从中年开始就早做准备，从健康、经济和心理层面找到晚年相对有尊严的、心无挂碍的收梢方式。愿我们将来能体面老去。蔡澜与苏东坡跨越1000年的神交。当蔡澜先生终于决定要去往他那好玩的不必回来的远方时，朋友圈里刷起了他那句最潇洒的遗言：人间很好，玩够了，走了。这句话充满了老顽童式的对生命的热忱与满足，一如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印象。然而在我心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在1000年之前同样将生命活得活色生香、淋漓尽致的灵魂——苏东坡。
蔡澜与苏东坡，这两个相隔了近千年的名字，看似一个在烟火红尘，一个在庙堂山水，却在精神的最高处进行了一场最默契的神交。他们都是这人世间最顶级的玩家，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这些后来的困惑的行者示范了如何好好活着这门最深奥的艺术。他们的相通在于一种看透了之后的有趣。苏东坡的有趣是在苦难的盐碱地里开出的花，他的人生是一场接一场的被动选择，从乌台诗案的生死一线到黄州、惠州、儋州的万里流放，命运不断地将他推向更深的深渊。然而他却用一种近乎神性的转化能力，将这一切都变成了人生的盛宴。黄州的猪肉因为他而变得价贱如泥，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惠州的荔枝让他发出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唱。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他依然能与儿子一起研究如何烤出生平未见的美味烤生蚝。他将苦变成了审美的对象，他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解构了命运所有的残酷。他的有趣是一种在逆境中淬炼出的金刚不坏的精神免疫力，而蔡澜的有趣则是在繁华的游乐场里主动选择的真。他身处的时代远比苏轼的要富足和自由，他有的选。他看遍了世间所有的顶级珍馐，也走遍了地球上最多彩的角落。在穷尽了所有外部的繁华之后，他最终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可能只是一碗简简单单的猪油饭，或者路边摊上那一串充满烟火气的烤串。他将烦化为了本真的滋味，他用胆固醇万岁的坦荡对抗了所有你应该如何的健康规训和道德说教。他的有趣是一种在顺境中主动祛魅后返璞归真的人生选择权。他们都活成了一个以我为主的强大的价值坐标。苏轼面对朝堂的党争、外界的毁誉，他选择坚守自己的良知和率性。那些试图定义他、摧毁他的力量，最终都只成为了他诗词文章里被后人反复咏叹的注脚。蔡澜面对现代社会种种的你应该，他选择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喜欢，我快活。他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要把自己想做、想吃、想玩的事情都酣畅淋漓地体验一遍。他们都拥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在宇宙，外界的风雨无法侵袭分毫。然而他们的路径终究是不同的。苏轼的智慧更像是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平凡的思辨者的灯塔。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如何在没得选的苦难中活出有得选的尊严和乐趣。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所有怀才不遇和命运不公的最温柔也最强大的慰藉。而蔡澜的智慧更像是那些拥有更多自由和可能性的现代人的向导。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如何在有的选的自由中活出不被选择所累的智慧和洒脱。他提醒我们，不要在无尽的选项中迷失，要永远记得回归那个最本真的，能让你感到快乐的内核。一个在苦难中炼狱成佛，一个在繁华中游戏成仙。如今蔡澜先生也注销了他的玩家账号，去往了另一个维度的旷野。我想，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与苏东坡的相遇必然会是一场宇宙间最有趣的饭局。他们可能会在某个星系的尘埃旁支起一个小小的炭炉，苏东坡会亲自烤着他最爱的生蚝，而蔡澜则会拿出一瓶珍藏的好酒。他们或许不会谈论那些沉重的家国天下、人生哲理，他们只会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分享着彼此的私房菜单。东坡兄，你那猪肉火候还差了点意思。哈哈，蔡生，你那电影里的江湖也未必有我这黄州的江水来得真实啊。他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因为他们都懂得人生的所有深刻，最终
都将归于这最朴素的、充满了滋味与香气的一餐一饭一瞬间。谢谢你，蔡澜先生。谢谢你来人间这一趟，如此尽兴，如此好玩。这人间因为有过你，也变得更值得了一些。你玩够了，而我们会带着你的那份潇洒，继续好好的玩下去。关注我，我识才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